首先对 MU5735 客机坠毁对同胞的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看到画面，我非常怀疑是波音的设计问题。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国家衡量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指标。最近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美国公民成功从乌克兰战区中部撤离，安全返回家园。第二天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按理说战区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在乌克兰战区呢没有丧生，回到自己国家却遭受枪击意外。你要说偶然也不算偶然，因为在美国这个人人可以持枪的社会，美国民众和政府呢，有一部分人认为人人可以持枪，可以保护弱者，因为面对强悍的匪徒，持枪的弱者呢可以有机会反抗，打破这种暴力活动中的不平衡。但是反对持枪者呢就认为如果枪支泛滥了以后呢，就会造成有一部分弱者或者穷人也同样会拿起枪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样违法犯罪活动的成本就变低了。这个就有点像是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肯定是对暴力活动的泛滥是有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最近有个事件啊，个耶鲁博士李艳女士因为抗拒驱逐令袭警，被圣地亚哥警察击毙，然后警方公布了现场的视频。这个画面呢，我可能要截取一下。当时第一次看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震惊的，本来以为这个是不是又是警察的一个过度执法或者暴力执法事件，就像之前的黑命贵似的。事情的起因就是耶鲁大学博士华裔女士李艳因拖欠物业费被美国警察乱枪击毙。李艳是前辉瑞高管，现美某科技公司首席科技人员，按道理教育文化程度都挺高的，但是她这个行为有点像不懂法，因与所购买的房屋物业管理公司有矛盾，拖欠物业费没交，房子是价值50万美元的，拖欠的物业费是3万美元。物业公司呢就起诉到法院，然后就进行了拍卖。拍卖以后的钱呢，应该会扣掉他所欠的物业费，还有各种律师的费用和双方的误工费，然后返还剩下的钱给他。结果警察上门给他送达法院通知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一把刀，怀疑警察是假警察，然后警察多次命令他放下手中的刀，他就是不放，然后警察只能呼叫增援，然后来了几个警察和破门而入，并且发射了非致命性武器。结果呢，他持枪顶着非致命性武器和警告刺向警察，结果警察只能把他乱枪打死。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女士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警察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克制的行为，但是仍然就是不得不发生了这个悲剧。按道理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应该都是会被击毙的。乌克兰战局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不是招募了很多国际佣兵嘛？然后这些国际佣兵到了乌克兰，然后发现很多东西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基地被炸了，然后很多美国人、英国人全都统计到了乌克兰的死亡数字里面，所以难怪没有国际佣兵死亡，也没发什么武器啊，就发了一些简单的枪支弹药，然后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也不指望他们打仗。他们本来用国际佣兵这个借口，就是让一些在役的美军士兵或者北约士兵能够进入乌克兰支援乌克兰的战斗，但是呢，又不希望以美国或者北约的身份跟俄罗斯军方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就用了这个比较好的借口。然后无形中这些佣兵就成为了一种牺牲品。
好，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关注、订阅、转发，谢谢大家。